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D 的小江老师。没有错，这一次呢，我们又请这个设计师啊，重新帮我们设计了这个长距离的感应炮。那这一次呢，跟我们上一次播出有什么不一样呢？最主要就是有几个零件特别大的，那我们做了一个拆件。那这个拆件呢，可以方便我们后续打磨上色会比较轻松。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一些细部，以前我们做遮盖做得很痛苦啊，譬如说这些小小的圆圆的这些东西，全部都细拆出来，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做到分件上色。那现在这个科技呢，你有电脑的辅助工程，你就可以在电脑里面就直接做好拆件。那这一次呢，一样是由这个 Forsen Mighty 8K 印出来的这些件，那大家可以看到基础的品质呢还是相当的不错就是整个平面啊没有什么变形。非常细小的那些列印痕，它是一定会存在的毕竟这是3D 列印目前大概的水准但是整体来说非常的工整，所以现在3D 列印机配合这个电脑制图，真是越来越方便了。就是把我们这个梦寐以求的这个长距离感应炮，都可以在家里把它自制出来。当然你要有一些 CAD、CAM 还有一些列印的一些知识。那这一次呢，非常的特别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我们的驾驶员就是我自己了。我已经把我列印出来了。这个呢，就是透过 River Point Pop 2对我的这个头部扫描，还有我们咪姐在旁边，然后我们扫描出来2个驾驶员，然后再把这个列印件把它列印出来。看到以上这些东西呢，你是不是在家里也很想尝试自己把这些东西画出来，然后去享受你的模型世界？那这一次呢 ，Forsen 也有跟这个 River Point Pop 2 3D 扫描仪做一个合作推广的价格，总价格呢只要3万9以内，然后非常的划算原价应该是落在5万多，对不对？对，52499所以差了1万多块。那有这个3D 扫描仪，当然你扫描完这个基础的档案以后，你还是必须进去电脑软体做一个简单的后置，然后后置以后呢，才可以借由你的印表机把它列印出来。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就是真真实实的直接用这台机器扫描，然后再由这个 Mighty 印出来。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品质效果都是非常的好。好，那简单的介绍到这边，我们先继续来制作长距离感应炮吧。Go！
经历了大概2周的时间呢，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一把长距离感应炮。那这一次呢，这个整个制作啊，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大概用了哪些工具，然后整个流程呢，把它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首先呢，就是拆这个支撑架的部分，它有些支撑架很软，你用手压，它就可以把它压掉。那有一些呢，因为它的支撑架密度比较高，那我们可能就会用到一些这种钳子，然后一次暴力的把它剪掉很多。那有些地方呢，它比较接近这个你已经要修饰的表面，我们可能就会用小把的切口钳。它剪下来呢，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根部留在这个表面的零件上，那我们就可以用超音波刀或者是笔刀把它去除。那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破孔啊，就是我们在拆支撑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宁可用切的？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它的破孔越少越好。如果你用拔的，有时候那个就会破很多个小洞，那我们就要去把它补起来。那这次填补，我们就是用这个光固化图。使用这个光固化呢，就要配合它的这个 Q 柄。那这个 Q 柄呢，就是你一定要记得戴这个防护的眼镜，保护你的眼睛。就是我们模型要做，眼睛更重要。为什么我们使用接电式的？因为接电的这种 Q 柄啊，它可以持续提供一个稳定的功率，所以你在照的时候，每一次几乎照射的条件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以前用那种充电式的，有时候它会没电，这次不知道照多久，下次又不知道照多久所以这个呢，我们后来就使用这个很方便而且它如果洞比较多的时候，你还可以一次双管齐下。那在打磨的部分呢，因为它有一些这种3D 沉稳，如果我们全部用手磨了，会非常的累。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使用了这个大卫400这个电动工具，然后搭配我们的海绵砂纸。为什么第一次要用海绵砂纸？因为它在打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抖动。那这个海绵呢，在这个电机上面，它形成了一个缓冲的一个效果，你可以确实的打磨掉这些沉稳，然后又可以有一个缓冲，顺着零件去走。你如果是没有这个海绵砂纸，你可能是这个塑胶板直接打到3D 零件，它就会跳，那它就没有办法顺的走。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是非常的便利的。打磨完以后，我们要来修整表面的磨痕，因为这个3D 零件呢，不像我们平常在处理钢弹，就400、600、800、1000转一转就好了。你这个时候需要一些比较硬质的打磨棒，那我们的这个超级打磨棒呢，它是双面的，它一面400，一面600。可是我通常只用它这个比较粗番数的部分，打磨完以后呢，我就会换这个海绵的这个好棒棒。甚至有时候如果表面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瑕疵，我这个320的砂纸打磨完以后呢，我就会直接换成好棒棒，因为我们现在只是修整表面的磨痕，它表面已经平整了，我们只是在改变表面的这个均匀的这个质感。用好棒棒就4、6、8、1000，它就会很咕溜可以上色。那到了上色这个阶段呢，我们还是要特别提一下就是这一次呢，你可以看到整体的涂装还是有做一些旧化。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做那个短的感应炮、翼状感应炮短的那一些的时候，那个是设定比较干净的。那个是架在我们地毯后半段，但是呢，这一次我们机体的设定呢，这个长距离感应炮是放在解体降机的身上正后方。那解体降机本身我们是有做旧化的，所以这次的涂装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旧化的点缀。另外呢，就是在福冈的这个感应炮，它不是这个颜色的。那我们也为了搭配这个牛钢的颜色，做了一个改色。那这个改色呢，也是看起来很帅而且到时候还有一把双感应炮的解体降机牛钢，真是太期待了。这次解体降机还是使用了很多的这个叠色的方法，盖上去以后呢，你们在不同的光源、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它的时候，有时候就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一些斑驳褪色色彩上的变化。还有它外面呢也做了一些吊漆，还有一些wash，整个呢就是非常的有质感。全世界第一把，这几公分啊？哇，这44超过40公分呢，现在30公分已经不够厉害了，这个40公分真的是很屌、很长、很帅。好了，那这一集影片呢，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边。这一次呢，还是非常感谢这个设计师 Minecraft 然后他们帮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修正，那我们可以顺利完成这个涂装跟上色。那么最后呢，如果你对这个 Forsen
还有这个 Revo Point Pop 2这些扫描有兴趣，也记得去参考我们下方资讯栏。还有呢，就是 Forsen 它这个 IG 啊，能不能可以去关注一下？它有很多这个国内外原型师的一些3D 的档案跟下载，并且会公布他们最新的资讯。那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帮我们点阅跟订阅，下次见啦，拜拜。